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子老婆小轩。今天来说的是上市面板三雄之一的友达2409。本集会呈现2022年第一季友达法说会的3大内容。内容1，友达在2022年第一季营运表现。内容2，友达对2022年第二季及全年营运展望。内容3，法人机构及投资人提问 Q&A。 在影片最后，我们把友达完整的法说会简报搬上来咯，让更多朋友方便查阅。影片要看到最后哦。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友达法说会的内容吧。友达法说会时间141年4月26日下午2点。内容1， 2022年第一季营运表现。友达在第一季的财务表现受到传统淡季面板报价修正、乌俄战争及中国疫情封控影响，面板市场量价齐跌，战略表现皆下滑，让友达的2022年开局并不漂亮。首季营收仅 815.27 亿元，较上季减少115亿，季成长负 12.4%， 营业毛利率 14.34%， 较上季减少 4.6%， 季成长下滑幅度达 33.6%， 营业净利率 6.5%， 较上季同样减少 4.6%， 季成长下滑 48.8%。第一季 EPS 0.54 元，相较上季 1.12 元，也几乎是砍半下滑 51.8%， 是6季以来的最低。在出货情况方面，也是下滑的情况。第一季出货面积约 605.3 万平方米，季减 7%， 并较原预期衰退 5% 扩大。存货周转天数也从上季的42天增加到47天。综合起来，关键还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。虽然海运塞港有和缓，但是中国疫情封城却造成陆上运输成了新问题，封城也造成长短料问题。缺料有时候缺的不是关键零组件，而是一些耗材及不重要的材料。本次上海复工的白名单中，主要还是优先保障机体电路、汽车制造、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优先复工。但是耗材类的胶带、纸箱这类的短缺，也是会造成生产线的问题。所以材料的缺乏是非常动态的。另外，司机难找，规划通行路线，让运输成为供应链最大挑战，进而导致成本随之上升。内容2， 2022年第二季及全年营运展望。展望第二季，彭双浪执行长表示，2022年不可控因素能多，俄乌战争、中国清零和封城的时间与程度，通膨攀升也造成电视和 IT 这方面的终端消费需求疲软，整体2022年的需求能见度还是比较辛苦的。另外，中国封控措施让昆山厂受影响程度约3到4成产能。该厂主要以生产 LTPS 笔电面板为主，另一部分则为车载产品认证。至于昆山厂2期扩厂计划，由于设备和人员无法进场扩建和安装进度会有延误，不过中长期扩充计划能维持不变。好消息是，商用、工控、医疗、车用等少量多样的客制化产品受影响程度较低，将积极拉升产能比重，也会依市场状况来动态调整产能利用率哦。总和来说，今年整体需求的能见度确实不高，将着重提升商用、高阶利基品产品。希望战争和品牌厂库存调整在下半年告一个段落，且进入季节性购物旺季，就有望带来较稳定的需求哦。至于中国防疫停工降载，虽然目前有逐步松绑的趋势，但在疫情尚未稳定之际，后续人员招募和物料及供应链恢复都需要时间，考验供应链管理能力。内容3，法人机构及投资人提问 Q&A。 第一个问题，友达股利政策如何规划呢？公司回复，每股将配发1元现金股息，外加办理2元的现金减资。最主要的因素在产业进入高原期，产能增产需求减少，且目前已有足够现金流，适时的优化财务结构和适度降低资本额。第二个问题，全球面板供需2022年如何看待呢？公司回复，从2大方面来看，供给面库存动态调整，中国封控打乱相关供应链，关键在中国会持续多久的问题。需求面，终端消费目前能见度不高，高油价、战争、通膨
造成消费者对中阶产品有延迟消费的情况，但是在商用和高阶相对稳定。若下半年战争及疫情相对稳定下，将进入传统购物季节，有望小幅回升。第3个问题，重新推出胆固醇抑精的原因是？公司回复，本次重新推出胆固醇抑精，较10年前来说，技术上有更升级，在静态显示时可中断驱动电压，利用环境光显示画面，无需任何背光，有效大幅降低耗电量。另外，不需使用彩色滤光片与偏光片，反射率与色彩饱和度优于大部分发射型和透光型的电子纸，未来可应用于教育市场及户外公共显示等领域。第4个问题，如何看待中国同业积极进攻 IT 面板市场呢？公司回复，中国目前切入的同业还是以低阶的为主，目前友达在专业、高端、省电，也就是中高阶的比重较高，竞争一定有，但还没有那么直接。另外，目前 IT 客户群都是几十年的客户经营，对技术、共同开发等等关系相对稳固，短期之内还不会有重大影响。以上就是友达的法说会精华，也欢迎更多朋友在影片下方留言，你想知道哪间公司的法说会内容，让我们一起发现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。我是小璇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